站住！干什么呢？送个外行让你亲自来，这点小事交给兄弟我就行了。这年头，男人比老子都吃得好。刘爷，吃饭。大老爷们儿陪个老娘们上饭，算什么事儿啊？真他娘的晦气！是啊，吃了就拉，真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啊！赶紧走！哎，你们怎么进来了？这可是女厕所，真不要脸！两位长官，你们出去等着吧，这里我帮你们守着。哎呀，这里是5楼，想跑也跑不了。行，快点，别磨叽，走。走了。过来！刚刚出去那位医生往哪儿走了？他往那里去了。有事吗？对不起。快点！
我老实点啊！啊，嘿，冯少爷，哎，叫处长啊！我现在是辫子军驻和平医院的最高代表，不管处处长，风则样。哦，冯处长好，您来此有何不干啊？啊，我来看看这些运押的战俘有没有问题。哎，冯少爷，您放心，有我在，不会有问题。风处长，检查的差不多了吧？我们也该出发了。上车。疼个地方！哎，冯少爷，冯少爷，您干嘛呢？什么方少爷？没脑子，叫处长！我告诉你们两个，司令可是说了，今后这和平医院大小的事儿都得让我盯着，特别是你，龙队长。看什么呀？开车呀！你啊？后头多少去？啊？难道是我？嗯？等会儿。我？这是规矩。这是规矩。哎，你们两个，哎，好，你给我记住啊！哎，龙子。哎，天都黑了，我说怎么那么黑呢？小天，快点！快点！快点！干嘛呀？我们不进去吗？不进去，咱们在门口，没什么事就撤。回去吧，看看，没什么事就回去。な、そうっすか。よし。石川先生にふさわしい連れてけ。
怎么就这几个人啊？其他人呢？哎，我问你话呢。龙队长，他们还得送回医院吧？还有几个人，我们再等一下。动手吧！哎，等一下！你们要干什么？让开！冯司令说过，要优待俘虏。你要是再不让开，就别怪我不客气。战俘不能杀，你不懂吗？冯处长，您还是让开吧。你真的不需要吗？吃下去，吃下去，你就不痛苦了。彼女に幽霊1個分量は周回量の最大限3錠治療によると彼女は幸福に感応し体健全のため薬を飲ませた後大量な心筋剤を注薬べき薬物反応が強いほど防ぐためはい。让他们让开！都 OK。他们都已经服了药了，就算出去也是废人一个。
怎么回来了？进去啊！哎呀，哎呦，哎呦，我肚子疼。有纸吧？你快去吧。他的脑袋和心脏，打其他地方没用，他的痛觉中枢跟他的神经通路已经被破坏了，感觉不到疼痛，必须打死他才行。加上。走。1号データを持ってきなさい。先生、行きましょう。行きましょう。知道。谢谢拿资料。
圆30里，给我搜！是，老子。终于甩掉那些猪尾巴了。看样子，他们应该追不上来了。你怎么会？川岛英子以及自己在内的极少数人知道，难道是内鬼？结合今天面具侠劫走战俘的情形，再与奉天面具侠掩护同伴的情形联系起来，龙索不得不再次对某2人产生怀疑。报告队长，方圆30里都已经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滚！都安全了吗？你去哪儿了？我在外边看着战俘呢，我又不会杀人，你让我进来挨枪子啊？那战俘呢？全都跑了。你们这里边又是枪又是炮的，都吓得四散而逃。我一个人哪够啊？都没抓回来。龙索，这么大个事儿，冯司令非弄死咱俩不行。我说，要不咱们就汇报，就说这帮战俘全都死了。石川教授，你还记得袭击你那2个人长什么样吗？
忙活半天，一把火都烧没了，绝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标本全死光了。石川教授需要新的实验室，什么时候？越快越好，隐秘、安全。这我知道。关键是，你们研制的这个幽灵1号药效到底如何？标本为什么全部暴动，死的一个不剩？还剩下一个。剩下了一个。老子花了这么多银子，只剩下一个。龙锁呢？他不是负责这次押运吗？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老子一枪毙了他。我让他护送石川教授和标本先行离开了。龙锁固然有责任，可罪魁祸首却不是他。暴动恰恰证明了标本战斗力的强大，这是石川教授的成功，也是幽灵计划的成功。不管怎么着，你倒是有话说呀。药物的研制难免会有牺牲，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不过司令放心，下一步石川教授会继续加强药物的稳定性，司令的光复大计指日可待。最好如此。替他人做嫁衣的事情，我疯豹子从来没干过。眼睛弯一些，鼻子挺点儿，嘴巴抿着。好了，就这样。你确定这就是冒充033号木头的闯入者？是，我确定是他。药，快把药给我，快给我药！快给我药！是时候跟他算一笔总账了。金雪瑶，千真万确，金雪瑶就是水寒冰，是革命党。上次在丰满堂购药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他的动静不对，他的目标似乎一直都在石川教授的身上。他有可能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们的实验了，他不惜让史如烟活活送死都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说不定就是为了寻找实验的相关证据。冯司令，这一次我们必须将他拿下，请您立刻派兵同我前去抓捕。你立刻带人去。好，甭给我惹祸，对他客气点。知道了。金雪瑶，出来！龙队长，直接冲进去。哟，这玩什么呢？这么多人呢！哎，你们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对一个 lady 一定要客气一点，别瞎那场啊！这干什么呀？这是？雪瑶小姐，你来看看这张画像，画的像谁呀？哎，这画的不是我媳妇儿吗？啊，川岛阁下，你们为我媳妇儿做了一幅画，这也太像了，简直传神！与其说是这画画的传神，倒不如说是雪瑶小姐你演的入神。你在我眼皮子底下耍把式偷天换日，雪瑶小姐，你这戏演的也太过火了点儿。川岛阁下，您这中文学的也太不地道了。
说了这么半天，我愣是没听懂啊。拿着。我换句更简单一点的说吧，昨天傍晚到子时，你人在哪里？我在屋里啊。不对吧，雪瑶小姐？我看你应该是在和平医院。那是你认为的，实际上我就在屋里，我在默戏呢，困了就睡了。哎，是你们来的时候才把我吵醒的。你们这大晚上来是没事找事儿吧？撒谎！对，雪瑶小姐，昨天晚上你一直没有在房间里。于晴，你想好了再说话。他说的没错，金雪瑶确实不在房间。那个好玩了。昨天在和平医院门口，我俩遇见了，然后相公就带着你进去，结果你一个晚上都没回来。夜里我还让雨晴去给你送参茶，你还是没有回来，说什么莫西的鬼话，唬谁呀？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雪瑶小姐？侄媳妇儿，我就奇怪了，自从我进了封家，你就天天跟我作对。哎，你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呀？就算你要除掉我这个眼中钉，也不用演这么烂的一出吧？分明是你在说假话，我们家小姐说的句句属实，我都可以作证。废话，你不帮她能帮我呀？对了，雨晴，你好像是有前科的，你凭什么作证啊？雪瑶小姐，我看你还是跟我走一趟吧。只要你能够跟我说清楚昨天傍晚你在干些什么，我保证对你以礼相待。可是你要是说不出来个因为所以，那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我的这番中国话你听明白了吗？带走。哎，等等。哎呀，媳妇儿，都知道什么情况了？我们俩的事是瞒不住了，就招了吧。闭嘴！川岛阁下和雪瑶小姐的事情，你没有资格掺和。一边站着。爹，娘，孩儿不孝，孩儿干了有辱门楣的事儿，差点害了雪瑶小姐，都是我的错。其实，昨天雪瑶小姐从下午到晚上，确实不在屋里。我给她下了迷魂药，她一直就睡在我和平医院的办公室里。她躺在床上，我搂着她，我。你个败家的玩意儿！我打死你！老爷，这个败家子你！这下真好玩了。现在让你闭嘴！你给他下迷药干嘛呀？那能干什么呀？干了什么了？没来得及干什么。哎，我不是跟龙队长去运押战俘了吗？后来监狱里还暴动了，这龙队长都知道啊。再后来我就……你什么？我又回到了和平医院，去看看他，他还昏迷着呢。那天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是，龙队长，当时您不是在气头上吗？我哪敢说实话？你看，就我这个怂样，我上街上去追革命党都差点摔死，那亡命暴徒我怎么敢追呢？哎，我爹是最了解我的，我这一辈子把心思都花在女人身上。丢人！同道中人，司令也经常说我呀，这辈子心思都花在女人身上了。给我管好你的嘴！
当丰泽要告诉你他失踪的那几个钟头是去追战俘的时候，你有问过他追踪的路线和去过的地方吗？我当时的情况很混乱。一个聪明人的漏洞往往只有一瞬间，你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抓住他的漏洞，穷追猛打，等你再想问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该如何弥补。那现在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白白错失这个指认金雪瑶的良机吗？04号标本已经完全受到药物控制，绝对不会撒谎的。所以说，潜进牢房的人一定是金雪瑶，或者说，是化身为金雪瑶的水寒冰。所以撒谎的是丰泽耀。他应该在到达实验基地之前就已经知道雪瑶潜进了战俘中，所以才会执意跟过去。等到标本暴动的时候，趁机化身为面具侠，返回实验基地救走了金雪瑶。然后他连续撒了2个谎，目的就是为了跟金雪瑶脱身。所以丰泽耀就是面具侠，而金雪瑶就是水寒冰。这是我们的推测。要想证明这2点，必须要找到更加直接的证据，比如说那个被调包的033号标本林如燕，又或者说，我们可以从他们身边的人找出他们身份的漏洞。身边的人，你可以想想看，丰泽耀今晚此举，谁最受伤？明白了。小姐，买酒去。小姐，你别喝了，你再这么喝下去，明天会更难受的。你也不听我的话了是吗？雨晴，我想喝酒。啊，好吧。丰泽耀，你看你把我变成什么样，你都不会担心我，都没有想过要出来找我。相公，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今天任务搞砸了，被我爹骂了，是不是？汪汪汪汪汪！你是不是这样摇着尾巴让我爹原谅你？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杯酒，我请你。同是天涯沦落人。谁跟你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冯玉玲，冯国辉的女儿，冯家少奶奶。你是什么东西？你是卖友求荣的3姓家奴，你是我爹养在身边的一条狗。怎么了？今天在封家没讨着便宜，想在我这儿讨着，是吧？不是，封少奶奶，我就是看不惯封少爷欺负你。欺负我怎么了？欺负我他也是我相公，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龙锁，你想挑拨我和我相公的关系，想落着好，做。不服气是吧？不服气你倒是争点气呀！为什么要加入辫子军？因为你害怕，你怕死。龙锁，我告诉你，
这辈子你就是奴才的命，永远被我爹踩在脚底下。放开！放开！懦夫！今天晚上的事儿不许跟任何人说，听到没有？小姐，龙锁他这么对你，你都能原谅他，你不会是喜欢他吧？放屁！我喜欢他，我喜欢他死！哼！我是怕相公听到什么风声，我不想给他任何休了我的机会。我宣布一件事情。昨晚我彻夜未眠，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冯家的家训是讲究规矩，重视德行。我本以为我教养的儿子定会是一个践行家训的人，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年来他是越来越发糊涂，做了许多出格乃至辱门楣的事情。昨日，他竟冒着天大的胆子，对雪瑶小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为人之父，我深感汗颜，丢人，丢人！把我老小的脸我都丢尽了。为了弥补雪瑶小姐的损失，今晨我跟夫人商量，我决定由犬子丰泽耀娶雪瑶小姐为妻，与玉玲二妻并重。真的吗，爹？你同意我娶雪瑶了？太好了！冯老板，我没损失什么，不用他负责任。雪瑶小姐，对不住你了啊！我知道你一直对犬子怀有怨怼，但是眼下要保住名节为上。但你们死磕到底！都怪那个丰泽耀，说什么给我下了迷魂药，跟我有了肌肤之亲。丰老爷是个守旧之人，偏要让他娶我，我也没有办法，已经给金王爷去了信，让金王爷出面拒绝他。丰泽耀口不择言固然讨厌，可也多亏了他这番话，才打发掉了川岛英子和龙锁。他为什么要帮你？说实话，我也很纳闷儿。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把我当成水寒冰了，他要英雄救美。那你想过没有，那段时间他究竟干嘛去了？按他所说，他去追战俘了。
他已经被他另外一个谎言给推翻了，所以那个理由可能是真的，可能真的是假的。那依您所看，他去干什么了呢？上一次你去奉天，他也去了。这一次又帮你做时间上的证人。面具侠曾经说过，他是为了一个女人才戴上面具的。水寒冰这个女人，同样也是丰泽耀心头永远的伤。这些，也不单单是把这些组合起来看。我不敢肯定地说，丰泽耀那天究竟干嘛去了，但是我总觉得丰泽耀不像他表现的那么简单，你要留意他。海明，还有，临河那边就实验基地的实验情况写一份详细报告上来，包括地理位置、规模、内部设施，还有实验进程。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但是具体位置，那天我去的时候被蒙上了眼睛，回来的时候是天黑，还有人在追踪，一路上跌跌撞撞的，恐怕现在回忆起来。我明白，就些你记得的，剩下的慢慢补充，尽力而为嘛。好。告诉你们，雪瑶小姐得了花柳病。花柳病知不知道？都知道吧？对，是很脏很脏的，会传染，还会死人的。所以等一会儿她来了，我们真的要跑远一点啊，知不知道？哎，大家忙着呢。哎，都躲着我干什么？哎，跑什么？怕我会不会死啊？你这是干什么你啊？雪瑶小姐，您呐还是求求老爷去吧，老爷医术精湛呐，也许他能把你的花柳病治好，那也说不定的。什么花柳病啊？谁有花柳病？不说你有花柳病吗？谁说我有花柳病？怎么样？那天是从和平医院门口出发的，走的时候大概是下午4点半的时间。到了之后天已经黑了。少爷，这是少奶奶亲手栽培的君子兰，放您这儿了。放我这儿干什么呀？见花如见人，放您这儿啊，你就多看少奶奶一眼。少奶奶人呀特别好。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你到那时已经天黑了。哦，对。天黑之后，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上卷月又出现了。如果按这样来推算的话，我到达那个地点，应该是傍晚6点钟左右。也就是说，从和平医院到实验基地的路程差不多是1个半小时。如果卡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来计算的话，
那么，少爷吃饭了。这是不是少奶奶让送的？是。这是你的，这是你的，这些都给你，你台词最多，今天表现特别好，谢谢少奶奶打赏，祝少爷少奶奶百年好合，早生贵子。从今天起啊，你们每个人都去丰泽耀的房间说一句我的好话，我就不信了。哼，还不能给他洗脑，还得去狐狸精不可。相哥，你终于肯来找我了。都站着干什么？没活干啊？冯玉玲，你无聊不无聊？啊？非要把下人们也扯进来吗？他们每天出出进进，在我面前我很烦，你知道吗？我有很多重要事要做的。重要的事儿啊？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计划着把你个姑娘再迷晕，是不是？我要你管啊！你吼我！我告诉你，我风铃不是从小到大让人吼大的。你，冯玉玲，又来一个！雨晴，这是什么？小姐，这好像是厨房的馊水。你不是爱往别人身上泼馊水吗？今天我也让你感受一下被泼馊水的滋味。怎么着？不好受，想哭吧？那就给我长点记性。还有你，别以为本姑娘天天笑呵呵的就好欺负，以后再让我发现你们乱嚼舌根，满清十大酷刑伺候，不信你们就试试。媳妇儿，这日子没法过了。川岛阁下，我查过了，暂时还没有林如烟的下落。他们比我想象的快。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新的实验基地正在改建，在此之前，咱们必须尽快找到证据，证实雪瑶的身份，并且揪出那个如影随形的面具侠，彻底解除后顾之忧。那我派人去跟踪冯子耀和金雪瑶。要想让他们露出马脚，派人跟踪是没有用的。你要让他们窝里斗，自乱阵脚，这样我们才有机可乘啊。龙所愿听川岛阁下差遣。今天晚上让他们过来一趟。是。经过苗河谷的提点，静下心来的水寒冰兀自犯着嘀咕：那个身手矫健、英勇不凡，每当危难关头必定出手相助的面具侠，怎么能跟丰泽耀这个孱弱少爷相提并论？但似乎又有什么不对。那天晚上，面具侠离开他后，留下了一枚指南针。这东西在滨江县普通人手上并不多见，倒是丰泽耀确实常爱捯饬这类机械物品。难道真的是他？丰泽耀的当众胡言，究竟是痴情男子的英雄救美，还是知晓一切的面具侠在为自己做掩护？水寒冰疑惑了。媳妇儿，雪瑶，你就把门开开吧啊！你把门开开，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好不好？媳妇儿，雪瑶，哎呦，你就把门开开吧，有什么话咱们见了面再说啊！你关着门咱们怎么聊啊？啊！
你把门开开，咱们好好说，行不行啊，媳妇儿？媳妇儿，你开开门吧啊！雪阳，媳妇儿，你怎么这么大火啊？是不是冯玉玲把你给气着了？哎呦，算了，你把他气的也够呛，就算扯平了吧，啊？怎么了，媳妇儿？不舒服吗？啊！你说话呀！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什么不可能啊？你说呀！你别老说半截话。哎，你可急死我了！这是什么？你怎么随便动人东西啊？你画他干什么呀？我愿意。愿意？媳妇儿，你不会是爱上他了吧？关你什么事儿啊？哎，我可是听你说过的啊！你说哪次跟他再见面了，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现在怎么了？你们见面了，你没教训他，反而爱上他了。他人怎么样？有我对你好吗？闭上你的嘴，丰泽耀！别拿你自个儿跟他比。哟，这哪儿跟哪儿啊？你又开始护上他了。我跟他比怎么了啊？我是谁呀？我是丰满堂堂的大少爷，我是辫子军布管处的处长。但是啊，咱抛开我个人的这些优越条件，我就比一颗真心。我不比他强太多了。你还好意思说真心？你要是对我真有一颗真心的话，你会说那些话吗？我说哪些话了？我给他下了迷魂药，他晕倒在我和平医院的办公室里，他躺在我的床上，躺在我的怀里。我呸！你个臭流氓！那我不是为了帮你吗？帮我？你为什么要帮我？别再说我是你媳妇儿这种废话！我告诉你，我是金雪瑶，不是水寒冰。你来干什么？冯小姐，滚！小姐，滚！龙队长对封家倒是念念不忘嘛，3天2头的往这儿跑，不怕你的主子多心吗？龙所此番前来也是川岛阁下的意思。哦，你现在认了川岛阁下当主子，那冯司令又算什么？川岛阁下为那天深夜打扰一事，特命龙所前来道歉，并且邀请雪瑶小姐和风少爷去府上一聚，以示前嫌。我们俩？为什么是他俩，不是我？龙所也是奉命行事，
还望二位赏个面子，行个方便。有什么事儿呢，到府上和川岛阁下聊过之后，一切便明晰了。风少爷、雪瑶小姐，那夜之事多有得罪，还望二位能够见谅。这一杯我先干为敬，你们随意。风少爷的酒量我是知道的，能为了雪瑶小姐喝得如此干脆，实在是难得。雪瑶小姐，面对风少爷这样的男人，你真的一点都不动心吗？阁下认为风少爷是什么样的男子呢？人们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想风少爷既然能够爱上雪瑶小姐，那必然说明你们两个人有共通之处。我说的对吗，风少爷？阁下的酒量我也是见识过的，凡敢于执杯的女子都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所以，阁下有什么话不妨直说。爽快。这里面有2份文件，一份是小林商会向丰满堂续订曼陀罗花粉的合同，订单和之前相比增加20%。增加20%。对，希望借此订单能让二位看到我与丰满堂长期合作的诚意，以及我对二位的弥补。那另一份文件是什么？这另一份文件，就是当初被雪瑶小姐撕毁的股权转让协议。风少爷不要让我失望才好。川岛英子出招了，他对丰满堂志在必得。他不单单是对丰满堂志在必得，他把他的计划毫不避讳的当着你和丰泽耀的面说出来，很明显，就在看你俩的反应，或者说，是在印证他的某种揣测。丰老板要是在协议上签字，那丰满堂就会落入小林商会之手，不，是黑狼会之手。这样的话，会给他们的药物实验提供更便利的条件。你想出面阻止吗？你要阻止了，会进一步加深川岛英子对你的怀疑。更糟糕的是，为了戳穿你的身份，他可能随时对你采取断然行动。如果我不出面，我说服丰泽耀放弃呢？如果我们换个思路呢？换个思路，把他们关在丰满堂外面，他们永远在暗处。
如果让他们进入丰满堂，他们就有可能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关灯不见鬼，开灯才好抓。你说呢？金王爷来信写什么？儿女婚事一切随缘。随缘？那是不怪咱们。爹，您睡了吗？没有，进来吧。爹，娘，去哪儿了？这么晚？哦，川岛阁下请我和雪瑶过晚一叙。看来我真是管不住你了。爹，是好事儿。跟日本人打交道还有好事儿？娘，你让爹先看看。他们加订了20%的曼陀罗花粉订单，而且一订就是3年。爹，这可是笔大买卖啊！说吧，什么附加条件？没有，没有，真的，爹。川岛说，他接连2次打着辫子军的旗号闯入我们家，还闹出了那么大的误会，连冯司令都对他和小林商会现在有所不满。正好呢，借这次机会表达一下对我们的歉意，缓和一下和丰满堂的关系。川岛英子，她真这么说？真的，真这么说。爹，川岛都已经做出让步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表示表示啊？我就想自己为丰满堂做一件事儿，证明我不是一个吃白饭的。您就信我一次，就当是帮我一次，行不行？这封股权转让协议是川岛英子摆在丰泽耀面前不得不跳的陷阱。如果拒绝，就说明丰泽耀此前借故接近川岛的理由是假的。虽明知川岛觊觎丰满堂背后的真实目的，丰泽耀却不得不配合将戏演下去。这是一场冒险，丰泽耀决意将计就计，如此也可让父亲远离是非之地，由自己扛起保卫丰满堂的重任。同时，他也还心存着一丝侥幸，毕竟有一个人，说不定可以制止自己，助他保住丰满堂。小林商会的这纸协议合同，对于我们丰满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有助于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丰满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我们丰满堂来说，全体鼓掌，欢迎川岛阁下莅临。川岛阁下，您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谈跟您贵社续约药材的事情。药材的事情不急，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先宣布。所有的股东都在这儿了吗？都在这儿，都在这儿。阁下，您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宣布啊？别急，这件事儿得令郎出来宣布。
各位，自即日起，丰满堂董事长丰启轩将其名下45%的股权转让给了小林商会会长川岛英子女士。跟着同志，快就坐下！小兔崽子，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我真的没听清。我什么时候提出转让了？昨晚吗？我可是看着您亲自在这份合同上签的字，这可是您亲自签的合同。昨晚我签的是药材合同，我没有签什么股权转让协议，这我没有签啊！爹，这儿有附加条件。附加条件？怎么还能有附加条件呢？你不是说没有吗？我没说吗？你没说呀！我怎么不记得了？爹，您看，这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可是清清楚楚。您要是没看见，只能怪您自个儿疏忽。再说了，这字儿都签了，合同已经生效了，也就是说，从现在起，您已经不是丰满堂最大的股东。是你小兔崽子，你小兔崽子，你伙同外人一块欺负我，你在治我，你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小兔崽子你！爹，您就交出丰满堂的印章，让出董事长的位置吧。丰泽耀望向人群，但他期待的身影并没有站出来。此时的丰泽耀，在众人眼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逆子。他满怀失落，却佯装无事，向川岛英子交出了丰满堂。他所不知的是，眼下看似失败的一切，其实正朝向苗河谷与水寒冰的计划顺利进行着。爹，一切都是儿子的错。您醒过来吧，你醒过来，狠狠地打我一顿。
造了什么业呀？刘叔，我爹怎么样了？老爷已经醒过来了，吩咐我照方抓药。哎，刘叔，我爹这是急火攻心，再加上连续几日都休息不好，导致邪火入体，才突然病倒的。用的药一定要温和调节为主，切不可寒。少爷，您既然这样在乎老爷的身体，今天又何苦那样的气他呢？凤满堂是老爷的命根儿啊！这么多年来，他在凤满堂倾注了多少心血，到头来却被自己的儿子伙同外人一刀给算计。您想想，他是什么心情？这病是药能医治好的吗？